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塔罗的第一，我是 Nico 啊。那我们今天要占卜的课题是，你们在亲密关系当中会呈现出一种怎样的状态？你们在亲密关系当中的样子是什么？那在我们面前呢有3组牌，从左到右分别是第一组牌、第二组牌、第3组牌，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直觉选择和你们连接最紧密的一组牌。稍后的话我会做出一个解读。好，那我们现在可以开始选牌了。大家好，欢迎来到第一组牌。那么在第一组牌里边呢，首先我们抽到的这张圣杯8，我觉得这张圣杯8代表的是你们在感情里边的一种很酷的态度啊，有很强的边界感，独来独往。你们在感情关系里边、亲密关系里边也是有着这种很强烈的个人空间的需求的。这种特立独行的人格意味的是你们内心的强大。你们在感情关系里边其实是偏强势的，因为你们很清楚自己要什么，不想要什么。你们在亲密关系里边其实是有一个很清晰的、很明确的自我和边界的。你们知道什么事情可以做，什么事情不能做。那么这张星币5呢，我觉得是你们在感情关系里边很少有人能够和你们达到一种同频的交流啊，你们可能更多的时候就是在向下兼容的，很难有人能够真正意义上的走入到你们的内心深处。你们应该是那种很聪明的、很独立的、很有个性的人格画像。而且呢，这组牌给我的感觉就是亲密关系对你们来说可能没有那么的重要，因为它应该是排在你们的个人发展和事业之后的。这组牌呢，严格意义上来说，你们可能不是那种恋爱脑，就是你们笃定的人生信条是在你们在爱情之外拥有多少能够决定你们拥有多少爱情。你们是活得很清醒、很通透的那一种类型。然后这张圣杯7的逆位啊，就是说在你们人生里边值得爱的东西有很多，就是感情或者说亲密关系并不是你们最看重的，当然它很重要，但是它也只是你们人生的一部分而已。你们是能够比较清晰的、理智的、客观的去看待你们在一段亲密关系，它能够它在你们生活当中扮演的一个角色的，就是你们是那种很清醒、很通透的。而且呢，你们谈恋爱的话呢，你们其实还是靠感觉谈恋爱的，就是当一个人适合你们的时候，当一个人不适合你们的时候，你们的心会拒绝他，并试图以不同的方式警告你们，如果感到不对劲，你们就会放手。所以说这个逆位的圣杯7呢，我觉得包括这张圣杯8也代表的是你们在感情当中是丝毫不会拖泥带水的。而且呢，权杖6啊，我觉得你们在感情关系里边就是浑身散发着一种魅力，很强大、很自信、很难被干扰，而且有着极强的主见。你们是那种强者思维吧，就是不会去依附，有着很清晰的自我节奏、自己的节奏和计划。你们在亲密关系里边的表现呢，我觉得是这3组牌里边应该是最好的吧，或者说是最游刃有余的。圣杯骑士这张牌呢，你们是很优秀的，正是因为你们的优秀，所以说你们在感情关系里边可能是被偏爱的那一个人，你们是会发光的，你们很有可能还会是很多人心目当中的白月光，就是你们在上学的时候会是很多人的初恋的这种感觉。而且你们是一个十足的理想主义者，就是你们的身上是有那种偶像的光环的，会给人有一点距离感，或者说很高级的美感，会觉得你们气质很好，很高贵，在你们的身上漂浮着一种优雅光影的滤镜。所以说圣杯3啊，你们的身边啊，你们在成长的过程当中其实是不缺桃花的。你们在感情上面可能更多的只需要被动的等待，就会有人来靠近，或者说主动和你们接触。然后圣杯3，你们自身很有价值，在各方面都是。在恋爱的这个课题上，你们其实本身没有什么短板，你们非常有价值，无论是思想上还是你们的工作上，这种你们包括你们从小到大成长的家庭环境，你们的长相、容貌、气质，各个方面呢都能拿得出手啊。所以这组牌你们的综合实力是很强的，所以说你们是有这种自信的，这种自信呢，其实
它并不是空穴来风的，而是一种有底气、有资本的自信。所以说这组牌，我觉得你们就是要么是谈恋爱，要么就是结婚，可能会稍微晚一点啊。有两种极端，要么就是你们太优秀，可能谈恋爱的经历不会很多，要么就是抽到这组牌，你们已经谈了很多次恋爱了，因为就是你们的身边是不缺桃花的。我觉得你们在你们自身的优秀呢，会让你们就抽到这组牌的你们有两种极端，第一种就是很少有人能够打开你们的心，还有一种就是你们会接触到比一般人更多的桃花，所以说对你们来说谈恋爱是一件很轻松的事情啊。太阳牌的话，我觉得它可能和你们的性格有关，对，你们的性格是那种对外呈现出来的状态应该是很有活力和能量的，或者说能够给别人正向的一种感觉。但是我们还抽到了一张月亮牌，就是你们的性格的底色是有一点忧郁和悲观的，所以说其实你们很需要一个人在亲密关系里边给你们提供一些能量，就是你们是有的时候可能在人际关系里边你们会给别人提供能量和活力，但是你们其实内心深处是渴望有一个人能够给到你们这样的一种能量和活力啊。所以说你们的内核很强势很独立，但是呢月亮牌就代表的是你们可能会把这种强势和独立隐藏起来，你们看上去是很有亲和力的，但是你们的内在是很强势的且自我的。而且呢月亮牌也代表的是你们在感情当中有着很强的这种侦查能力，或者说很强的第六感，对方可能在一些细节当中表现出来的态度就能够让你们发现一些蛛丝马迹啊。所以说你们在感情当中的第六感很准，有着很强的直觉。月亮牌的话，抽到这组牌的你们可能天生就能够洞察到别人心里面在想什么。那我们抽到的这张大十字Provoker， 它象征的是一种矛盾和冲突。抽到这组牌，你们是有着很强的这种自我的，你们在感情里边是不会迁就和妥协的，因为你们敢于去争取自己在感情当中的地位。这个时候如果你们和一个同样强势的人去谈恋爱，可能就会产生很多的争吵和矛盾。所以说我觉得比起亲密关系啊，你们更享受一个人独处的状态，因为你们的内心世界已经非常的丰盛和富足了。第二张牌呢，风元素，它带来的是一种沟通 communicating 啊，你们在亲密关系里边是很注重这种沟通的，很注重精神层面的交流，你们很注重两个人的这种精神层面的同频和共鸣啊。我觉得抽到这组牌，你们是会主动的去在感情当中解决问题的。这组牌呢，你们在感情里边，因为你们会去主导啊，有的时候你们会更累一点，会操很多的心，主动的解决问题。然后呢，这张 First House 啊，第四宫，它带来的是一种归属感。你们也很看重，就是说在亲密关系当中，一个是精神层面的连接，还有一个就是说对方能够是否给到你们这样的一种归属感，或者说对方能够承诺给到你们一种很确定的身份。你们是需要一种身份的，尤其是在亲密关系里边，因为这种身份会带给你们一种安全感。你们需要的其实是在激情退却之后，双方依然是否还会选择陪伴在彼此的身边。所以这组牌的你们也是那种家庭，就是价值观相对来说比较传统的，渴望组成一个家庭。而且呢，这种家庭它不是那种传统的家庭啊，就是男主外女主内，而是说你们两个人都有自己的事业，组成家庭以后呢，承担的责任和义务是完全对等的。所以这组牌我觉得对于亲密关系啊，以及你们在亲密关系当中的表现，都能够说明一件事情，就是你们的内心是很强大的，很独立的，很自主的。你们不会寄希望于一段感情婚姻或者说亲密关系，你们会把希望寄托在自己的身上。就是你们就是感情婚姻或者说亲密关系呢，对于你们来说其实更多的是一种锦上添花，你们希望的是找到一个能够陪伴在就是彼此身边，能说得上话，两个人一起去做想做的事情，互相鼓励，互相包容，这就是你们心目当中最好的一种亲密关系的状态。好，那这就是我们这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你们的支持就是我最大的动力。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大家好，欢迎来到第二组牌。那么第二组牌，首先我们抽到的这张星币8啊，我觉得你们在感情里边可能更倾向于是一个倾听者吧。
你们有着这种很强的慕强情节，就是你们渴望自己成为一个倾听者，你们渴望对方能够带领你们，或者说对方能够教给你们一些什么东西。你们想要找的是一个在各方面都比你们更优秀的人，你们喜欢那种被带领的感觉，或者说你们喜欢那种倾听的感觉。这张审判呢，我觉得可能说你们在亲密关系里边呢，会刻意的表现出一种更脆弱的感觉，因为你们本来没有那么脆弱，但是你们在亲密关系里边呢，可能会故意的去示弱。抽到这组牌，我觉得你们的这种在亲密关系里边的状态有一点像是外柔内刚，就是能够以下克上，或者说你们会把自己最真实的那种自我隐藏起来，有一点扮猪吃虎的那种感觉。那么第3张牌呢，就是说逆位的星币王后啊，我觉得抽到这组牌的话，你们在感情里边呢，有的时候会有一点容易小题大做，容易情绪化，或者说你们会故意给对方设置一些考验，你们会让对方来做一些测试，去试探他们在一些特殊的情况下他们会怎么做。所以说我觉得你们在感情里边还是有一点难以被捉摸的，或者说和你们互动呢，有时候会很有趣味性。你们要找的人呢，也一定要能够和你们在精神层面上是匹配的，就是他们能跟得上你们的这种思维变化的节奏。我觉得你们在感情里面很注重的一个点，就是你们希望这个人是能够带给你们快乐的，你跟他们在一起你们是放松的。所以说这个圣杯国王啊，你们要找的这个人呢，他一定是能够提供情绪价值的，能够带给你们快乐和力量。而且呢，这个人他更倾向于是一个水象特质啊，巨蟹、天蝎或者说双鱼。水象特质的圣杯国王，他就是很会照顾人，能够照顾到你们，照顾到你们的情绪，照顾到你们的生活，这对你们来说就足够了。而且呢，这张宝剑4呢，我觉得你们在亲密关系里边有着很强的情绪需求，尤其是安全感方面的需求啊，就是你们需要的是在你们难过的时候有一个肩膀能够让你们靠，有一双手能够给你们温暖。而且呢，我觉得从这张圣杯10来看啊，就是你们要找的其实就不完全是一个恋人，可能你们在找的是一个家人，你们需要的是那种家庭之下提供的安全感和归属感。而且你们的这种价值观呢，从牌面上来看是比较传统的，并且呢，这张宝剑9啊，你们在性格上面其实是比较容易纠结的。你们有主见，但是呢，不是说有主见就不会纠结，你们需要的是有一个人能够帮你们拿主意，或者说能够帮助你们权衡利弊啊。你们其实对于那种有逻辑有条理能够快速的分析利弊做出选择的人呢，是有一点没有抵抗力的，你们会被这样的一种人所吸引啊。所以说我觉得你们需要有一个人来帮助你们，就是好像是成为你们生活当中的军师一样，他能够帮你们做出一些选择，他们了解你们想要什么，无论在职业发展上面还是在一些生活的选择，比如说今天去哪里吃什么，你们都是需要有一个人来引导的。所以说你们是需要有一个人来引导的，就是他一定是能够和你们互补的人。如果你们很容易纠结和犹豫，那么对方他一定是要果断和勇敢的。所以说对于抽到的这张圣杯4啊，你们在感情里边是很容易敏感的，有一点多疑，甚至是自卑，谈恋爱很容易上头。那么对于你们来说，一段关系怎么去判断这个人是对的人呢？我觉得当一个人和另一个人在一起的时候，他有一种无拘无束的感觉，这种感觉其实它是一种爱吧，就是当你们感觉自己无拘无束的时候，那对方一定是在包容你们的，你们不用自卑，也不用强行的展示优越感，能够保持一种平和稳定的自然状态，这就是一种真正的爱。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你们和谁相处的时候最自然最放松，那谁就最爱你们。你们和谁相处的时候最快乐，谁就是你们的正缘。所以说我们抽到的这张 Earth Element Stability 啊，我觉得它是一种感情关系里边的稳定吧。一定要足够的稳定，两个人的这种就是彼此熟悉对方的脾气啊，不会在感情里边，或者说即使你们在感情里边
你们的这样的一个情绪起伏很大，但是对方他的内核一定是非常非常稳定的，能够包容你们的这种波动和变化。而第二张牌呢，就是 I balance 啊，天秤座带来的是一种感情关系里边的平衡，就是对方和你们是互补的，各取所长，互补其短，两个人就像两块拼图，虽然说形状各异，但是恰好能够拼接到一起。然后第三张牌呢，就是 Sun Spirit， 你们在亲密关系里边其实是很放松的，是快乐的。虽然说你们在一段关系里边很容易敏感和情绪化，但是总体上来说，亲密关系带给你们的更多的是正面的情绪啊。你们在一段关系里边更多的还是能够得到快乐和力量的，这才是主旋律。所以说如果你们在一段关系里边，它会让你们变得更自信、更勇敢，甚至对方的存在能够让你们变得更加喜欢自己的时候，那我觉得它就是一段良性的健康的关系啊。所以说你们在亲密关系里边呢，一定要找一个就是情绪和状态足够稳定的人，这个人能够让你们变得更自信、更勇敢。而且呢，因为你们在感情关系里边其实是有一点多变的，就是说一段亲密关系会放大你们的优点和缺点，它就像一个放大镜一样，能够让你们看到一些过去你们没有意识到的性格特质。就像一面镜子吧，能够让你们看到或者说发现自己未曾设想过的，或者说没有意识到的身上的某种特质。我觉得在亲密关系里边，这组牌还有一个隐形的课题，其实就是在亲密关系当中探索你们那个深层次的真正的自我到底是什么，这样能够让你们更了解自己。好，那这就是我们这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如果你觉得我的视频对你们有帮助的话，可以在我的视频下，你们的支持就是我最大的动力。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大家好，欢迎来到第三组牌啊。那第三组牌的话，你们在亲密关系里边其实是会有很大的起伏和变化的，这取决于你们会遇到什么样的人，因为你们受周围的人或者说周围的环境影响会很大。对方冷你们就冷，对方热你们就热。那么这张宝剑女皇呢，就是你们在感情里边啊，相比于逃避问题，你们其实更多的倾向于是会成为那个解决问题的人。也就是说，你们在感情里边会更倾向于去自己解决一些问题，或者说当两个人的关系出现问题的时候，你们会把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放在解决那些问题上面。你们不会推脱责任，而且呢，你们在感情里边其实是有着非常强的这种自我反省和自我审视的能力的。所以宝剑女皇给我的感觉就是你们在感情里边有的时候呢，往往会矫枉过正，就是说过度的反思自己，导致你们很容易在一段关系里边自我怀疑。而且呢，这张逆位的星币8，我觉得你们在感情里边呢，往往会容易过度付出，或者说在感情里边一段感情会极大的占用你们的精力和时间而且呢，这种占用可能会超出你们的预期，就是谈恋爱必然会影响你们的事业或者说学业。这组牌的你们呢，其实是没有办法去一心二用的。那么第三张牌呢，宝剑4啊，你们在亲密关系里边呢，会把自己内心隐藏的最深处的那种脆弱和敏感暴露出来。就是在平常状态下，在普通的人际关系上，你们其实是可以游刃有余的去把它处理好的。但是呢，我觉得这个亲密关系它就像一个镜子一样，能够让你们看到内心更深处的那个自己的状态。而且呢，一段感情啊，我觉得本来你们是那种非常成熟的状态，但是呢，在亲密关系当中会变得不那么稳定。也就是说，在一段亲密关系里边，你们的情绪起伏会比你们想象的要大很多，你们就会像一个小孩子一样。所以说在亲密关系里边，你们可能会表现出来很成熟的样子，但是其实你们是有一点缺乏安全感的。所以说你们会很看重在亲密关系里边对方给到你们的承诺。而第4张牌呢是 Justice 正义牌啊，你们在感情里边其实是很讲道理的，就是你们不会无理取闹，不会感情用事。但是你们会很在乎在感情里边谁是对的谁是错的，
就是你们在这件事情上会很固执，甚至是会有一点偏执，就是你们很在意这件事情或者说这个行为它是对的还是错的，甚至有一点可能会较真在这件事情上面。你们并不是很情绪化的，相反我觉得你们很看重一个人在一段关系里边他所做出的行为是不是足够合理的。也就是说你们在感情里边有的时候可能会容易钻牛角尖啊，而且呢你们有着非常强的原则性，对就是对，错就是错。所以我觉得这组牌就抽到这组牌的你们啊，有着很强的风象特质。你们在感情里边反而不喜欢打感情牌，你们是讲道理的那种。而且呢这张逆位的权杖八，我觉得你们在就是说自己在感情当中的一个预期呢，你们觉得自己好像是会很潇洒很果断，当断即断，但是实际上逆位的权杖八，你们在感情里边比你们自己想象的好像要更脆弱一点。就是你们道理都懂，但是做的时候呢和你们预想当中呢会有很大的反差。你们还是会就是当一个关系走到了分岔路口的时候，你们还是会犹豫纠结彷徨和徘徊。道理懂得很多啊，但是就是说一说全会，一做全废。那理想关系当中的这个状态呢，和你们在亲密关系当中真实呈现出来的状态其实还是有蛮大的反差的。而且呢这张权杖女皇和圣杯骑士的话呢，是你们在感情关系里边它是那种刚柔相济的感觉。你们在一些原则性的大是大非的问题上你们会很强硬很强势，但是在一些小的问题小的事情上面其实你们是很宽容的。我觉得抽到这组牌的你们其实是能够做到那种感性和理性达到一种非常微妙的平衡的，依而不附，柔而不弱，爱而不直，独立而不强势，自主而不自我。所以说你们整个人在感情当中呈现出来的状态，那种平衡感其实是会把握的很好，或者说你们一开始在感情亲密关系里边的情绪起伏和波动非常大，但是呢可能3到6个月以后你们就能够找到那种很微妙的平衡感。而且呢这张圣杯六啊，就是说你们在感情里边的话呢，当你们真正的喜欢上一个人的时候，你们就是会全心全意的对他好，会有一种倾其所有的冲动啊。所以说我觉得你们在每一段感情里边，你们应该都是那个就是不太在乎和计较自己的付出的那种类型，就每一段感情你们都会倾其所有全力以赴，你们是很真诚的。所以说在每一段亲密关系里边，你们对于自己来说都是问心无愧的。那我们抽到的这张牌 Sagittarius 啊，我觉得你们在亲密关系里边是有这种射手座的活力和热情的。而且呢射手座它其实是有一点就是说这种内在和外在的反差的啊，这两种反差呢要么就是外冷内热，要么就是外热内冷。你们天生有两副面孔，一副留给别人，一副送给自己。所以说你们在感情里边呢，其实永远都只渴望一种模式啊，就是要么就是共同成长，要么就是能够达到精神上的共鸣啊。你们在感情里边，首先你们要看到对方在坚定的走向你们，你们才会毫无保留的释放出自己的热情啊。其实你们在感情里边的这种要求并不高，你们两个人的关系呢，就像是闲适平淡的田园风光，里面充斥着朴实的温馨的烟火气啊，这就是你们理想当中的那种感情。过于跌宕起伏的情节，浓烈的感情表达，忽冷忽热，欲擒故纵的那些情节啊，其实都会让你们感觉到那种危险的气息。所以说你们的这种射手的特质啊，要么就是你们在感情当中会极度乐观，要么就是极度悲观，会在两种极端当中来回的摇摆。极度乐观的时候，你们会倾其所有啊，提供大量的情绪价值，会对一段关系充满了积极的想象。但是呢，一旦发生了一些事情啊，损害了你们对这段关系的信任，又会让你们极度的从乐观的状态变得极度的悲观啊，有一种无力感啊，觉得人都是会变的，害怕失去，而想要主动的结束一段关系啊。其实你们是很讨厌感情当中的那种被剥夺的感觉的，你们很害怕失去，本质上。所以说你们在极度悲观的时候，你们在感情里边就是有那种飘忽不定的感觉啊，带着克制和距离。所以说这张冥王星啊 Transformation 啊，你们在感情里边的这种变化和起伏是非常大的。
甚至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们能够看到你们内心更深层次的自我，它是一种怎样的状态。所以说我们抽到的这张 Jupiter Abundance 啊，就是你们在经历的过程当中啊，你们还是主要是去体验这段关系啊，因为它会让你们变得更丰富，变得更宽容，让你们更加深于对于自己的理解。你们在感情当中呈现出来的这种状态，尤其是你们和亲密伴侣的相处啊，你们会发现你们怎么和亲密伴侣相处，你们怎么对待一段亲密关系，你们就怎么和自己相处，你们就怎么对待和自己的关系。所有的关系都是你们和自己关系的一种投射，尤其是在亲密关系当中呈现出来的状态，就是你们和自己相处的时候呈现出来的状态。所以说去谈恋爱的过程当中，其实就是一个变相的、间接的更加了解自己的过程。好，那这就是我们这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你们的支持就是我最大的动力。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